很多人这辈子追的根本不是爱情，是一张及格证书，而那个对你越冷淡的人，偏偏就最像发证的考官。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明明对方消息回得慢半拍，态度忽冷忽热，从来不肯给你一句明确的答案，你却反而越陷越深。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看有没有他的消息，发出去的内容每隔2分钟就点开一次。要是显示已读没回，心能直接沉下去大半天，他随便回你一句话，你能开心一整个下午，翻来覆去看好几遍，连标点符号都要琢磨一遍意思。他只要消失半天，你就坐立难安，刷遍他的动态，翻完所有聊天记录，拼命找他，其实喜欢你的蛛丝马迹。身边的朋友都劝你算了，说这个人根本没诚意，你却觉得是他们不懂，觉得只要你再体贴一点，再懂事一点，再努力一点，总有一天能等到他认真看向你。你甚至会反过来怪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看？是不是我话题太无聊？是不是我刚才那句话讲错了？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情绪跟着他的态度起起落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你放不下的真的是这个人吗？还是说你只是无法接受自己居然没有被他选上？今天这条影片，我会从依恋心理和成长模式的角度，彻底拆穿你误以为是爱情的证明自己上瘾症。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越是冷淡，越是难追的人越容易让你上头？为什么明明有人稳定的对你好，你却觉得没意思、没感觉？为什么你总忍不住想当那个改变冷漠者的例外？最后我也会给你具体的练习方向，告诉你要怎么做才能把自我价值的决定权从别人的手上完完整整拿回来。先跟大家说明白，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心理模式都是基于现有的研究观察和临床经验做的通俗解释，不是什么医学诊断。童年的经历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关系模式，但绝对不是宿命，不会直接决定你这辈子的感情走向。理解这些是为了看见自己，不是为了给谁定罪，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的现状找借口。好，那我们正式开始。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很多人嘴上说着自己想谈一场好好的恋爱，心里真正渴望的其实是有人替自己签发一张合格证明书，只要那个人主动、坚定、公开地选择自己，过去所有关于外貌、能力、性格甚至出身的怀疑，仿佛就能一次性全部清零。所以对方的一条消息可以让你精神振奋一整天，一次冷淡又能让你彻底否定自己。问题从来不是想被爱有什么错，而是你不知不觉间把自我价值的开关完完全全交到了别人手上。对方靠近，你就觉得自己浑身是光，价值满满；对方后退一步，你立刻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糟糕透顶。这根本不是稳定的爱，更像情绪市场里的即时定价。你的身价每天随着别人的态度涨跌，尤其在社交媒体和约会软件盛行的现在，点赞数、已读状态、匹配成功、回复速度，这些东西太容易被误读成个人价值排行榜了。你会忍不住去比，他给别人点赞了却没回我消息，是不是我不如别人？他隔了3个小时才回我，是不是我对他来说不重要？有没有被这个人选中？不知不觉变得比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我还重要。可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根本就不对。一段关系真正该观察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赢过对方，能不能让他爱上你，而是这段关系平不平等，边界清不清晰，允不允许你们2个人都坦然表达自己的需求。2024年的一项伴侣相关研究发现，一个人的依恋焦虑或回避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关系里是真正重要的。反过来，当双方都能明确感受到我对你来说很特别，关系的满意度和2个人的沟通质量都会好很多。这也说明，安全感从来不是一次轰轰烈烈的表白就能给足的，它是日常里无数次可感知的回应。
慢慢长出来的真正的转变，其实就是把你心里的问题换一换，别再问他为什么还不选我，改成我跟这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安心做我自己。前一个问题，把你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后一个问题，才是把判断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被选择当然是件开心的事，但它只能说明对方做了一个决定，不能证明你从此就比别人更珍贵，也没法修复你过去所有的旧伤。你的价值从来不该跟着任何人的注意力一起涨跌。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把被不被选中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甚至重过自己开不开心，重过这段关系舒不舒服？答案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我必须表现得足够好，别人才不会离开我。这种念头通常不是成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它是一套很早很早以前就慢慢形成的生存办法。你回想一下小时候，一个孩子如果只有在懂事、听话、成绩好，会照顾大人情绪，不给家里添麻烦的时候，才能得到关注和夸奖。他慢慢就会悟出一套规则，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表现才重要。露出脆弱是会添麻烦的，只有变得有用，才能换来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长大以后，这套规则会自动套进爱情里，你会提前去猜对方喜欢什么类型，努力把自己变成体贴、漂亮、情绪稳定又毫无负担的样子，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这么做我到底舒不舒服？这里一定要说清楚一件事，童年有情感缺失，不等于你的父母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有些照顾者可能本身生活就很辛苦，他们也爱孩子，只是真的不会回应情绪。有些家庭物质上尽到了责任，却习惯否定孩子的悲伤、羞耻和害怕，觉得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事，伤害并不总是以暴力的样子出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孩子，长期得不到想要的理解而已。二仙24年有一篇综述，梳理了25项相关研究之后指出，童年时期的情感忽视和成年后的情绪调节困难确实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也有局限，绝对不能把成年后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粗暴地归给原生家庭。还有一项更大型的原分析，汇总了211项研究，涵盖82376名参与者，结果发现童年的不良对待和成年后的依恋焦虑、依恋回避都有显著但并非决定性的相关。其中情感层面的忽视和伤害影响反而更值得注意，所以我们回头去看过去，目的从来不是给父母定罪，也不是为今天的所有不如意找借口，而是要看清楚，那套当年保护过你的旧规则现在已经过期了。小时候的讨好也许真的帮你少挨了骂，多得到了一点关注，它是你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求生办法。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新规则，表达自己的需求，不等于给别人制造麻烦。拒绝别人的要求，不等于就会失去爱。就算我不够优秀，不够完美，也不代表我就该被抛弃。人只有先承认自己当年是怎么活下来的，才有机会停下来，不再用同一套旧办法，继续过现在的生活。讨好这件事最隐蔽的地方，就是他经常披着我性格好的外衣，连你自己都骗得过去。你习惯秒回消息，习惯主动解决问题，习惯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吃饭的时候永远先问对方想吃什么，哪怕你自己有很想吃的店，话到嘴边也会改成都可以听你的。对方迟到了，你明明等得一肚子气，见面第一句却是没关系，我也刚到。发生矛盾的时候，明明不全是你的错，你却总是先低头道歉的那个，因为你怕冷战，怕对方真的就这么走了。久而久之，别人认识的那个你是一个高度适配，几乎不会出错的版本，却不是完整的你。表面上你得到了关系，可内心却越来越孤单，因为你心里清楚，对方喜欢的可能只是你长期维持出来的那个角色，不是真正的你。而且讨好也从来不是什么无私奉献，
它里面藏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交换条件。我都已经这么体贴，这么懂事了，你就不应该离开我。可对方根本没签过这份隐形合同，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份合同的存在。一旦他没有按你预期的样子回报你，你心里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委屈，说不定哪天就突然爆发出来，对方还觉得莫名其妙，停止表演，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是把做真实的自己当成伤害别人的借口。他真正的意思是把过去的自动反应变成你可以主动选择的行为。我愿意帮你，是因为我想帮，不是因为我怕不帮你就会被抛弃。我愿意迁就这一次，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不是因为我的需求永远都该排在最后面。练习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比如别人问你意见的时候，不要立刻说都可以，花2秒钟想想自己真实的想法。比如你不开心的时候，试着说清楚具体是哪件事让你不舒服，而不是憋着说我没事。比如你想独处的时候，大大方方说出来，不用编造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大概率会觉得自己很自私，很过分。其实这根本不是自私，只是你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之后产生的戒断反应而已。一段真实的关系本来就该容得下2个人的差异。如果一段关系只能在你温顺、能干、漂亮、情绪永远稳定的时候才能存在，那它依赖的根本不是你这个人，是你的功能。2024年有一项日常体验抽样研究就发现，不安全依恋的人在识别、给予和接受关怀的方式上和安全依恋的人存在差异。尤其是依恋焦虑的人，面对别人主动递过来的关怀时，内心的体验往往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积极。很多时候不是生活里没有爱，是你旧的防御机制太牢固了，让你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怎么接住别人的好意。学习接受帮助，容许别人看见你做不到的部分，也是停止表演很重要的一步。而且这种表演根本不只发生在恋爱里，你上班的时候会下意识想做最懂事的员工，交朋友的时候会习惯当那个最会照顾人的朋友，哪怕进个兴趣社群，你都怕自己不够有趣，不够有用，会被大家忘记。你走到哪里都像在试用期，哪怕明明已经被接纳了，心里那根弦还是松不下来，总觉得只要自己稍微松懈一点就会被淘汰。你心里其实装着2套完全不一样的规则，别人普通、犯错、有情绪你都能理解、能原谅，可轮到你自己，你就觉得不行。别人可以堂堂正正做个人，你却要求自己必须是一件完美的作品，要够好看、够懂事、够有价值，才有资格被留在别人身边。这多不公平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焦虑和心动在身体上的感觉其实特别像。反复想起一个人频繁检查手机，对方一句话就能改变你整天的情绪。见面前会紧张，见面后又不停复盘，这些感受太强烈了，很容易就让人误以为这就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可强烈不等于深刻，念念不忘也不等于彼此适合。有时候你放不下的根本就不是对方这个人，而是一个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对方时而热情，时而消失，态度变来变去，你的大脑就会忍不住不停寻找规律。每一次他突然出现，都像一次意外的奖励，让你重新燃起希望，然后接着等下一次。其实这种感觉就像玩老虎机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出奖励，所以就会一直拉杆。对方的热情就是那个随机掉出来的硬币，你永远在等下一次，所以越输越想玩，越等越放不下。心理学上叫间歇性强化，放在感情里就是最磨人的执念。当然我也要说清楚，不是所有的心动和紧张都是问题。健康的爱情同样会让人期待，让人紧张，让人激动。关键的区别要看长期的趋势。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是对这段关系越来越清楚，还是越来越困惑？你心里有疑问的时候，
能不能直接开口问对方，还是必须靠猜、靠试探、靠翻聊天记录找证据？对方的行为是不是大体一致？还是说承诺和行动永远在互相冲突？真正的亲密连接可以有未知，可以有新鲜感，但不会把不确定当成维持热度的主要燃料。如果一个人只有在对方撤退、对你冷淡的时候，你才格外上头，对方一旦稳定靠近，你反而迅速失去兴趣，那你真的要好好问问自己，我想要的到底是这个人，还是追逐这件事本身带来的兴奋感？有研究显示，不安全依恋和对不确定性的低耐受度会共同影响一个人的焦虑体验，而身边稳定的社会支持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现实里的判断方法其实一点都不玄妙，少去分析对方某一句暧昧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多去观察他几周甚至几个月里的实际行动，少问自己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多问自己他有没有稳定的投入时间，承担责任，尊重我的边界。爱情从来不是什么侦探游戏，如果一段关系必须依靠解码、试探、断联、复联才能维持住热度，那这份热度大概率来自悬念而不是亲密。成熟的人不是再也不会心动，而是就算心动的厉害，也不会随手关掉自己的判断力。评论区有很多人留言说，对方真的反过来喜欢自己之后，自己马上就没兴趣了，甚至觉得有点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如果你追逐了半天，人家一答应你就想跑，那你想要的根本不是一段亲密关系，你想要的是一场胜利。你要的不是这个人爱你，是你终于赢了这场考试，证明了自己确实有魅力，够特别。可这种胜利的快感退得特别快，等新鲜感一过，你又会觉得空虚，然后忍不住去找下一个考官，再考一次。那为什么人总会忍不住执着于那些难以接近、态度冷淡的人呢？因为这类人刚好能给你提供一场看起来意义特别重大的考试。你心里会想，如果连这么冷淡、这么挑剔、从不给承诺的人都能为我改变、为我破例，那就证明我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于是你追逐的早就不只是一个伴侣了，你还在追逐我是那个例外的身份。对方越回避，你越想表现得善解人意；对方态度越模糊，你越愿意花时间等待。对方明明伤害了你，你甚至还会替他找理由。因为一旦承认他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好好爱你，就等于承认你投入了这么多的这场考试，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沉默成本越高，人就越难抽身离开。更残酷的一点是，就算对方最后真的选择了你，你心里旧的怀疑也不会真的消失。你可能会继续担心他会不会后悔，会不会变心，会不会遇到更好的人，然后开始忍不住查杠、试探，反复索要保证。因为外部的选择只能暂时安抚你的伤口，没法帮你从内部建立起稳定的价值感。补丁贴的再多，底子是空的，风一吹还是会漏。2024年一项针对中国年轻伴侣的研究发现，依恋焦虑不只是一个人的事，它不仅和个人的抑郁症状相关，还会通过关系里的攻击、冷战这些互动方式影响到伴侣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不安不会只困在你心里，它会慢慢钻进两个人的相处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拉扯着两个人都往下掉。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是怎么把一个冷淡的人追到手，而是停止用别人的难度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难追只说明难追，不说明这个人就更珍贵。一个人情感封闭，也不代表谁能打开它，谁就赢得了最高荣誉。判断一段关系好不好，其实可以看3个特别朴素的指标。第一，对方有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和你建立正式的关系。第二，他说的话和他实际做的事是不是大体一致。第三，出现矛盾和问题之后，他愿不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一起修复。如果长期缺了其中任何一项，故事再动人也代替不了现实。
你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创伤，可不必把治愈他当成自己的责任。可以心疼他的过去，却不用拿自己的现在替他的过去买单。爱不是救援许可证，也不是什么改造工程。在你想成为某个人的例外之前，先确认一下，他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那种稳定、明确、持续对你好的人，你反而会觉得有点无聊，没什么心动的感觉。这不一定是因为稳定的人缺少魅力，而是因为平静的状态没有触发你熟悉的反应模式。如果过去的关系总是靠争吵、和好、失联、复联来推进，那没有危机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亲密该怎么继续。你会忍不住挑刺，故意制造距离，甚至在心里怀疑，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不是就不算真爱？可你要知道，安全的关系不是没有激情，更不是两个人过得像合租的同事，它只是把激情和恐惧分开了。你依然可以对一个人有期待、有欲望，想和他一起冒险，只是你不再需要靠可能会失去他的恐惧来证明这段感情的存在。所谓的平静，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大概就是消息不用秒回，但看到了总会回，态度大体稳定，不会忽冷忽热玩消失，有矛盾可以坐下来谈，不会动不动就冷战惩罚人。你拒绝他的要求，也不用担心他会因此生气离开。他不保证永远舒服，却保证不会把痛苦包装成浪漫再卖给你。对于习惯了高刺激的人来说，适应稳定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你要学着在没有危机的时候主动去创造连接，主动分享日常的小事，主动表达对对方的好奇，一起安排新的体验，同时也保留各自的生活空间，而不是等着一场情绪爆炸来重新确认彼此的位置。这里一定要特别区分清楚，不是说只要安稳就一定是好关系。你不能因为安全的爱很平静，就逼自己去忍受一段根本没吸引力、价值观不合或者真的很无趣的关系。安稳和麻木完全是两回事。安稳的关系里依然有尊重、有活力，有两个人一起成长的空间。麻木则是双方都停止关心了，也不再愿意试着理解对方，只是凑合过日子而已。判断的标准从来不是心跳有多快，而是这段关系有没有让你变得更自由、更完整、更有底气去面对生活。2024年一项为期3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自我关怀和焦虑症状之间是双向影响的，而情绪调节困难在中间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也说明适应平静不是一句你想开点就有用的，它是一种需要反复练习的新能力。下次焦虑再冒出来的时候，先试着照顾一下自己的情绪，别急着冲到关系里去要那些戏剧性的证明。很多人以为自己最害怕的是被拒绝，可往深处挖，你真正怕的可能是，如果我不再优秀，不再漂亮，不再善解人意，卸下所有完美的伪装之后，别人还会不会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恋爱初期特别迷人，可关系一稳定就越来越累，维持一个完美的角色太耗精力了。你不能生病，不能敏感，不能犯错，连提个可能让对方不高兴的要求都要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久而久之，亲密关系变成了你的舞台，伴侣成了台下的观众。你卖力表演，换来掌声和喜欢，可你心里清楚，他们喜欢的只是你演出来的那个角色，不是真正的你。所以哪怕被很多人喜欢，你内心还是空的，还是会不安，因为你从来没让别人见过真实的你，所以你也永远没法确定真实的你到底值不值得被爱。练习被看见，不需要一下子把所有伤口都掀开，也不是毫无边界的到处倾诉，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比如今天状态不好，就直接说今天有点累，不用硬撑着陪聊。比如对某件事你没把握，就承认自己不太懂，不用硬装成很厉害的样子。比如发生误会的时候，说出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习惯性说没关系，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观察对方的反应。真正安全的人不一定每次都能完美理解你，但他通常愿意听，愿意试着调整，也不会拿你的脆弱日后当成攻击你的武器。而危险的人可能会嘲笑你，贬低你，把你的私事到处说，或者在你表达需求之后故意撤回关心来惩罚你。如果遇到后面这种情况，你离开不是因为我果然不值得被爱，而是你通过真实的表达得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这个人不适合你。2025年有一项关于自我关怀与成人依恋的原分析，纳入了37项研究，结果发现自我关怀的程度和安全依恋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和焦虑型、回避型依恋则呈负相关。相关当然不等于单向的因果，但至少能说明你内心怎么对待自己和你在关系里有没有安全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越能在自己做错事、搞砸事的时候不羞辱自己，你就越不需要靠完美的表现去避免失去爱。真正的勇敢不是确保所有人都不会离开你，而是就算有人因为真实的你而离开，你也不会立刻重新戴上面具，把自己改造成下一个人喜欢的样子。评论区有很多人说，普通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状态。我如果不优秀、不漂亮、不特别，我不知道我还凭什么被爱。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剥掉所有的成绩、外貌、懂事，能干这些外壳，你剩下的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剩下的是那个一直被这些东西挡住的活生生的你自己，那个会累、会犯错、会有小脾气、会有很多做不到的事的你。而真正的爱本来就应该是爱上这个完整的、不完美的人，而不是爱上一件功能齐全的商品。我要成为那个改变他的人，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深情，特别有故事感。可实际上，这里面往往混着拯救欲、好胜心，还有自我证明的需求。你不满足于被一个本来就会爱人的人珍惜，因为那好像太容易了，显不出你的特别。你更想让一个对谁都冷淡、对谁都封闭的人，唯独对你破例、对你敞开。这个幻想让这段关系有了英雄叙事的味道，他的过去全是伤，而你的温柔和耐心终将创造奇迹。可问题是，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成因和接受他带来的伤害完全是两回事。对方可能真的有童年创伤，真的有依恋困难，真的不擅长表达，这些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但不能替他免除责任。一个成年人愿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愿不愿意学习沟通，愿不愿意寻求帮助，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没法靠更温柔、更懂事、更付出，就把一个根本不想改变的人爱成你理想中的样子。尤其要小心一句很常见的话，他其实很爱我，只是不懂表达。爱的能力当然有高有低，可一段关系到最后还是要落到看得见的行为上。他会不会对你诚实？会不会尊重你的拒绝？会不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吵架之后会不会主动来修复关系？如果对方长期只给你讲他的创伤故事，却把改变的责任全推给你，那你得到的根本不是一段亲密关系，而是一份没有薪水、没有期限、还没人感谢的治疗师工作。荷兰有一项长期追踪研究，随访了9年，访问了1850名受访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很值得参考。他们发现，童年时期的情感忽视，如果来自父母双方，那成年后的依恋焦虑会明显更高。而如果是家庭内部成员造成的性虐待，比起家庭外的施害者，对成年后依恋焦虑和回避的影响也要大得多。这也从侧面说明，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伤害往往更难消解，因为它直接动摇了一个人对安全的基本信任。但同样，这项研究也不能推出有创伤的人就注定没法好好谈恋爱。创伤值得被同情，可你的边界同样值得被尊重。你可以陪一个愿意自救的人走一段路，却不能替一个拒绝走路的人背完所有的路。真正有力量的爱
从来不是我终于让他为我改变了，而是我看见他的局限，也相信我自己有权决定要不要继续。当你不再需要靠拯救别人来证明自己很特别，你才更有可能遇到一段不需要你牺牲自己就能维持的关系。很多自称拯救者的观众留言说，总是会被封闭、混乱、有创伤的人吸引。其实你仔细想就会懂，你不只是想和他谈恋爱，你还想借他的改变，为自己的价值办一场颁奖典礼。你觉得连这样的人都能被我捂热，都能为我改变，那我就真的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了。可你忘了，你首先是你自己，不是谁的救赎者，也不是谁的练习题。聊了这么多表现和成因，那到底要怎么走出来呢？我一直觉得，疗愈这件事往往不是从我要变好开始的，而是从哀悼开始的。因为你必须先承认一件事，过去那些年你拼尽全力的表演，并没有换来你真正想要的安全。你可能花了很多年，研究怎么变漂亮，怎么变懂事，怎么说话才讨人喜欢，怎么做事才不会被讨厌。你以为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就不会被冷落，就不会被丢下。现在要放下这套策略，一点都不轻松，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曾是你对未来全部的希望。哀悼是什么？是允许自己为那个过早学会察言观色的小孩难过，是允许自己生气，气那些年你一次次把真实的需求吞回去，是允许自己惋惜那些本可以真实活着，却用来不停表演的岁月。但哀悼不能停在反复抱怨、反复控诉，它最终要落地，变成新的行动。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拿出一张纸，写下你在关系里的那些自动规则，比如别人不回消息，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提出自己的需求，会让别人觉得很烦，只要我再努力一点，他就一定会改变。写完之后，一条一条去找证据，也找反例，你会发现很多你坚信不疑的规则根本站不住脚。下次再遇到触发情绪的事，比如对方又冷淡了，你又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别急着去追问，也别急着做什么决定，先停下来，让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从高峰降下来，去喝杯水，去走一走，去和朋友聊点别的，去睡一觉，把注意力分散到工作、朋友、睡眠、运动这些事情上，不要让一个暧昧的对象垄断你全部的生活。如果这些模式已经困扰你很久，甚至反复让你进入伤害性的关系，那也可以考虑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这不是软弱，是对自己负责。2024年一项针对中国学生的大型研究发现，在有不良童年经历的人群里，依恋焦虑和回避和复杂的创伤症状是相关的，而自我关怀在中间起到了很显著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和自我认知混乱这部分的关联特别密切。这当然不是说每天念几句自我肯定的话就能治好创伤，而是说停止自我攻击很可能是改变的第一步。自我关怀也不是纵容自己，它可以同时包含温柔和责任。我承认我现在很痛苦，我也承认继续追着这个人跑确实是在伤害我自己。我不羞辱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动心，这么放不下，但我会为自己设定边界，不再任由自己陷进去。评论区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连真实的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要怎么选择自己？是啊，你已经表演太久了，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真正想要什么，早就被一句别人会怎么看给盖住了。所以选择自己，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超级自信，也不是对着镜子喊几句我值得就有用的。它开始于一些很小，甚至刚开始会让你有点不安的事情，是你第一次说出口我不喜欢这个，是你第一次不为自己的疲惫找借口，就直接说我今天很累，想早点休息，是你第一次没有立刻回复那个让你焦虑不安的人，是你第一次承认你追了那么久根本不是因为你有多爱他，而是因为你无法接受他不爱你。
做这些事不会让你马上就遇到对的人，生活也不会立刻给你发奖励，但至少从那一天起，你不再继续把自己送给那些必须靠失去自我才能留住的人了。成长到最后，你会明白一件事，成熟不是从此不需要任何人，而是不再把别人的离开当成对你整个人的判决。有人没回你消息，可能是他在忙，可能是他习惯回避，可能是他对你兴趣不大，也可能只是你们的生活节奏不一样。不管是哪一种，都不能直接推出我不值得这个结论。同样的，对方没有选择你，也不是什么你输了他赢了的比赛，关系很多时候就只是匹配度的问题。你们的需求、时机、对未来的规划、生活的方向刚好没对上而已。真正的力量来自双向选择，你不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对方来判断你合不合格，你也在判断他能不能好好沟通，他做事靠不靠谱，他怎么对待身边弱势的人，他会不会尊重你的时间，你们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能不能一起面对。这样一来，离开就不再只有失败这一种含义，有时候它是一个及时的提醒，有时候它是止损，有时候它就只是两个人坦诚的承认我们确实不合适。安全感也不是说分手的时候完全不会痛，你依然会失望，会想念，会掉眼泪，甚至会短暂的怀疑一下自己。区别在于，你不会为了止住这点痛苦就立刻丢掉自己的尊严，也不会把复合当成恢复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疗愈之后的爱情观大概是这样的：我希望被爱，但我不靠被爱才能存在。我愿意认真投入一段关系，但我不会用无限的等待去证明我的真心。我允许别人看见我的普通，我也愿意看见对方真实的、不那么理想化的样子。还有研究提醒我们，安全感不只会影响一个人怎么表达爱，也会影响一个人能不能识别，能不能接受已经出现在他身边的关怀。所以我们最终要练习的，不是谁都不要信，而是更准确的去信任，去信任那些稳定的行动，不要迷信那些强烈的情绪，去信任经过时间检验的关心，不要沉迷那些偶尔冒出来的热情，也要信任你自己，就算偶尔判断失误，你依然有能力调整方向，有能力转身离开。你不是摆在货架上等着被挑选的商品，你是一个有感受、有边界、有判断能力的活生生的人。爱情真正成熟的起点，从来不是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宣布你值得，而是你自己心里早就清楚，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盖章。也正因为这样，你才能清醒地决定谁可以靠近你，谁值得你投入，而什么时候你该转身走掉。最后我想多说两句，想被选择从来都不是什么错，人本来就渴望连接，渴望有个人坚定地告诉你，我愿意和你一起生活。问题从来不是你需要爱，而是你要求别人的爱来替你证明你有资格存在。你可以很想被选择，也可以为没有被选择而难过，只是别再把一次拒绝写成对你整个人的终审判决。对方没有选择你，只能说明这段关系没有成立，不能说明你这个人不成立。还有啊，选择自己也不保证你马上就能遇到完美的爱情。很多人已经学会独处，建立了边界，却还是没遇到合适的人，这很正常。疗愈不是什么宇宙奖励机制，不是你做到了多少分就给你发一个完美伴侣，它只是让你更有能力辨认现实，也更有底气承受现实。至少你不会再为了逃避孤独，就随便接受一段让你越变越小的关系。也别去迷信什么无条件的爱，成年人的关系本来就有条件，要诚实，要尊重，要有责任感，要有基本的吸引力，这些都是很合理的条件。我们真正要放下的不是所有的条件，而是只有我始终优秀、好看、好用，才配得到最基本的尊重。这种荒唐的信念，爱一个真实的人，不等于必须接受他所有的伤害，允许自己不完美，也不等于就不需要成长。好的关系
本来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一起慢慢变好。讲了这么多，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别再把证明自己当成爱情来谈了。你不需要靠赢过一个冷淡的人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靠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来换取别人的停留。你值得被爱，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有多能干，有多懂事。如果你对今天讲的内容很有共鸣，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关系模式，那我非常推荐你去看我频道里的其他影片。像是独处久了的人，为什么反而更让人心动？真正原因很少人懂，会带你看见独处背后的心理力量，还有一个人冇那麼喜歡你。最明顯的不是失聯，而是那個細節，幫你快速判斷對方的真實心意。另外，為什麼停止追逐愛情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健康的關係，也會給你不一樣的關係視角。這些影片都能幫你更清楚地看見自己，找到更舒服的相處狀態。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麻煩幫我按個讚，也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這樣就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了。也很想聽聽你的故事，你有沒有過這種越冷淡越上頭的經歷？你是怎麼走出來的？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我們下一條影片見。